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新的一年第一季的一个运势哦。宇宙会给你们什么样子的好消息，以及哪一方面会有提点哦。首先呢，在进入新的能量频率之后啊，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立刻会发现自己变得轻松很多。为什么会感觉到很轻松呢？因为你们有一种在做自己擅长的事，选对了对的赛道的感觉，所以你就会很轻松的获得非凡的成就。就像梅西，他是足球界的王者，在足球界、运动界天赋异禀，但如果他突然转行去研究数学、研究科学，他可能也会就是一头雾水，就是很难在那个赛道上成功。那同样的，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也是你们有天生自己很擅长的领域，其实你只要专注在这些领域，你付出很少的心力，或者是说你付出比较少的时间，你就能够获得其他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达到的成就。所以我觉得你们会好像了解到一件事情，然后它是一个重要的核心的事实。你们生活上要获得成功，并不是好像每一天耗尽时间、耗尽心力这样子死命的努力，好像就是要把自己弄到过劳才满意，而是要找到自己核心的优势，在这个核心的优势上去发挥专长，其实你会发现更加轻松，更加容易达到目标。有些朋友同样的在感情上也是你过去感情失败，感情遇到挫折，并不是说你很差，或者说并不是说你在感情的这个道路上就是无能为力，可能你过去曾经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办法选到适合的伴侣，或者说自己究竟有没有那个运气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但是呢，当你理解到就是某一些人就是他有他适合的族群，过去你可能就是吸引到不适合你的族群，然后反复的在这个不对的圈圈中去选择，你自然而然很容易去受挫。现在呢，当你明白之后其实接下来这个新的能量频率提升之后，它会帮助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逐步的找回自信。这样子强烈的能量转变，它并不是外在的，它是由内而外的。你们会感觉到自己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的阶段中，在这个新的阶段中，过去那种障碍你的事情、阻碍你的事情都会消失你们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到你想做的事情，全心全意投入到你想去经营的感情，你想要去成就的梦想，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让你梦想成真很好的一个时期。不管你的梦想是在你的家庭、感情、事业上，或是你希望整体生活达到一个平衡、和平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等等，你都会受的这个能量的推动，让你达到一个你理想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会开始去看见你内心真实的一个欲望，真实的一个渴望，过去的限制，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困难，或是来自外在的一些压力，它都不能够再束缚你。你们有一种脱困的感觉，你们有一种放下沉重包袱的能量当你放下了这些沉重的包袱，新的机会、新的好的人事物，或者说更好更适合你的感情，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有些朋友你可能在生活中处于一个不是这么确定的状态，就是你不知道要往西走还是往东走，在投资的选择上你不知道要做怎么样子的决策，对于你未来来说才是更好的。因为其实你们也许过去有一些研究，对于自己的生涯有一些规划，你已经为自己制定出某几条道路，或是你生命中已经前面是有路可以去选的，但是你不知道从这个现在的时间点去看哪一条路对你来说是更好的。现在宇宙要帮助你，宇宙要为你腾出一个新的空间。当你放下旧的信念跟包袱的时候，新的能量、新的思绪就会去充满你，帮助你引导到未来适合你的道路。所以
这一组的朋友，这个选择啊，它除了逻辑思考、理性的决策之外，更重要是听从你内心的直觉，去感受哪一条路才是你真正的心之所向。你要信任你自己，你们能够跨越障碍，你们能够去进入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充满创造力的新的生活。过去的阴影、过去的阴霾、过去的闲言闲语、其他人的眼光、评论跟批评你们都会将它通通的放下，跟他一刀两断，跟他说拜拜。所以过去的事情就留在过去，你们会更加的信任你自己的内心你心中会有一股力量引领你到更光明的道路。我觉得你们整体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很舒服、很轻松的，做决定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以去听从内心的感觉，是一个很放松、很自在的能量。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在生命中的一些细节，或是你读到的一段话、听到的一个影片等等，去引导你走向更深层次的自我的探索，或是当你看到一些自然界的现象，当你在跟你宠物互动的时候，从这样子互动的过程中，这些细微的一个讯号，让你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去察觉，进而调整你生命的一个方向。你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会有一种驾轻就熟的感觉，就是进入一个自我导航的状态，不需要耗费太多的精神能量，不需要占用你大脑太多的记忆体，它是一个可以自动化去完成的过程。就很像是以前小婴儿在学走路的时候啊，你可能会需要大量的专注力，然后小心翼翼的去平衡自己的身体，才能够走好一步两步路。现在呢，走路对你来说就是直觉性的反射的动作，你真的不需要去思考嘛。所以做很多事情也像是这样完完全全的反射性的动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去完成一些别人认为很困难、很需要专注力的事情，你就是很轻松的完成了，因为你就是在这个领域啊，或者说在这件事情啊，你已经是老鸟了，你已经很资深了，你有很多的实战经验，你懂了很多，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举一反三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煮菜好了，可能别人要煮3个小时，然后弄出一盘菜，然后不是很好吃，但是对你来说啊，1小时半小时你就可以4菜1汤，然后又是香喷喷，能够喂饱大家。或是有些朋友你在数字上，在整理这个财务的状况特别的擅长你可能很轻松的就可以去记录盘点你目前的资产，然后你都知道目前的就是资产的这个支出，或说收入的状况，你的净资产有多少。那有些人可能是要花了1个礼拜来整理他的财务状态，但是最后还是错误百出，就是每一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我看见有一些朋友，你们就是真的是很轻松，然后完成这件事情，但这个事情你以为它是很简单，每个人都会，但其实不是，对别人来说很困难，甚至别人想请教你说这件事情到底你是怎么做的，你其实讲不出来，因为对你来说那个就是太简单，就是太容易，就像走路一样，有人请教你要怎么走，好，你可能不能够说的很细节，因为你就觉得这不是每个人应该都会的嘛。其实你们身上就有这样子的能量，你以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轻松的可以去完成，没有其实是你们你们可以把这个特长专长真的是发挥到一个很极致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最小最省力的方式去完成。好，那在事业的运势上啊，我觉得你们也有一种轻松驾驭的能量在第一季的时候，你们的事业运势大幅的提升过去那些让你感觉到很头疼的工作任务啊，现在可以得心应手的去面对，就是你可以处理很多复杂的问题，并且轻松的获得同事跟上司的认可还有信任。比如说如果你过去就是可能为了协调资源管理时间的进度啊，或者很多事情冲在一起，你感觉到压力山大，这些繁琐的工作，这个细节让你常常会熬夜，回家之后也在担心工作的事情。可是现在有一种就是随着经验的累积，你已经可以很迅速的
找到问题的关键，然后应该要先打电话给谁，联络谁，然后并且有效的调配资源，让这个项目，让这个专案可以顺利的推进。你们能够在合作的时候不感到焦虑，能够更加灵活从容的应对，同时你们也有能力好像很快的去达成一个共识。那你这样子的表现非常有机会让你在组织内部获得高度的认可，你的能见度提升，也带来了一些晋升升迁的机会。那如果是你是接案的，或是从事一些创意设计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在每一次的工作中，可能运用 AI 或是运用其他的一个辅助，更快速的产出高品质有效的一个成果。你不再会为一些很繁琐的细节感到困扰。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会可能运用一些好的帮手，或是一些潜在的趋势跟机会，让你在整个职场的环境中其实是更加的得心应手。那这边呢，还有权杖国王牌，代表你们其实在自己的事业上是非常有自信，非常有力量的。权杖国王象征着领导力、自信，还有实现目标所以你们真的是可以全盘的去掌握你的事业方向，发挥你自己的决断力，然后引领你走向更高层次的一个成功。那这张牌也想要去提醒大家说，这组的朋友，你可能对于金钱，就是你内在对于金钱，它是不是有一种恐惧？这个恐惧可能会成为你前进的隐形的障碍。就是你们对于金钱可能有一种矛盾的状态，我想要钱，我想要很多钱，但是有的时候赚钱的机会摆在眼前，你可能也会因为担心做不好，担心压力太大，担心无法应付而选择退缩，或选择暂时不接。所以呢，这种心态有点像是，可能你觉得自己超越了某一个界限之后就会失控，这样子的恐惧无形之中限缩了你成长的可能。比如说呢，可能你的公司、你的客户，他提供了一个就是高回报，但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机会、挑战性的项目，你第一时间可能是拒绝，因为你担心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匹配，或者说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好，别人会失望。那事实上呢，其实你们绝对是具备完成这一项工作的实力，这个机会才会到你们的面前了。所以你们需要的是更加的信任自己，学会去辨识内心的恐惧，还有真实的挑战，这之间的一个差异。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大家可以去给自己设立一个短期的目标，逐步跨越这一条心中隐形的线，让金钱成为你的助力，而不是一个负担所以我看见，当你去正视内心的这一条隐形的线，这个恐惧，这个挣扎，并且采取行动之后，你会发现有更多的赚钱的机会向你招手，你也可以从这当中去收获，去成长，去获得实际的一个利益那在这个理财方面、财务管理方面，你们也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过去呢，你可能因为财务状况不明朗而觉得焦虑，现在这组的朋友有机会对自己的金钱管理进行更深的一个了解，并且更游刃有余的来处理你的财务状况，或是家庭的财务状况。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觉得，过去假设你跟你的伴侣金钱不是合一的，对方不透明，各管各的，是会造成说你想要为家庭整个资源规划，你可能会觉得有困扰，因为有一半是不透明不公开的。那这组朋友，你们有机会透过一个沟通，达到你想要的这种就是财务管理的状态，比如说你希望能够更加透明、更加合一等等的，以及这个是可以互相讨论分享的。那还有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购买，或者说生活方式，选择一个更加聪明、更加经济实惠的
生活方式，就是消费方式。比如说你会发现家里累积了很多重复的东西，然后可能是饼干或是什么食物啊，吃不完最后都丢掉，或是同样款式的衣服买了太多等等的之类，就是你们会对生活消费这一方面进行有意识的一个调整，然后也会去避免一些情绪上的一个花费你们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稳定，能够逐步的累积更多的财富。这个财富呢，其实是正在为你的未来去铺路的，因为这组的朋友，你们非常有机会透过这种稳定的投资增长，在这样子的就是理财的规划中会获得很丰厚的回报。也就是说，你可能长久以来会发现你的资产当中，你的劳力所得，你的工作所得其实只占一小部分而已，其他的是靠着你敏锐的眼光，你的投资，或者是说你的一些概念点子想法，然后可以换取庞大的金钱，庞大的财富。好，那你在理财方面的运势有明显的进步。还有一个讯息是，有些朋友如果你们过去是有财务的困难或是负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利去翻转的时期无论你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还是家庭的因素去承担这个债务在第一季你们会逐渐的脱困，你可以去找到解决的方案。有些朋友你可能真的是因为家庭成员的关系去背了一些债务，来自你的父亲母亲啊，或者说家庭等等，你受到他们决策的牵连，或者说你需要帮忙去偿还支付这个债务可能在过去这样子的情况真的已经困扰你好久好久，甚至让你感到忧郁焦虑的状态，对于自己的未来真的是十分的茫然，甚至你可能想要领钱啊，就是都领不出来，因为里面的金额太少了，你没有办法从提款机去领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想要跟你说，在第一季你的财务状况得到显著的改善，你会有更多的资源机会和贵人来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呢，就是有一些旧债的利息它会减轻，或是你会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以及投资的回报，有机会透过专业的人的建议来整合或是抛弃这些债务，专业的这个理财顾问帮助你制定这一些有效的偿还的计划，就是你们会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困难，债务重组啊，或是卖掉什么样子的东西，跟家人协商还款等等，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好，那在感情上啊，我觉得你们其实有一种抱持着随缘的心态，就是你心里会有所期待好的感情到来，但是你好像又不一定真的主动的会去做一些什么。单身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你们生命中会出现一些不错的机会，比如说偶然的聚会，朋友的介绍，或是社群媒体的互动，可能会出现令你心仪的对象。比如说你偶然的贴了一篇文，就引起了很多人想要去认识你，或是跟你交谈等等，会有这样子的偶然的机会的降临但是呢，你们也要就是保持这条通道的敞开，因为有的时候太被动的话，这个联络的管道可能就断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在选择感情上过于去给一个人贴标签，就是用既定的印象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怎样的人，这个人一定不适合我。建议大家可以对每一段互动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然后自然而然的去认识这个人，不要有太多预设的立场，其实感情自然而然就会有好的讯息，好的征兆出现。好，那如果是已婚啊，已有伴侣的朋友，看见你们感情其实是有一种稳中求进的感觉，就是第一季它其实是加深感情的好时候有些人你们其实已经到了这种老夫老妻的状态，但是偶尔可能还是会因为小事争吵，或是对于生活细节有一些分歧，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时间的安排，精力的安排，然后金钱的安排，然后一些就是要去谁家的这种问题啊，彼此家人相处的问题，可能会因为
有机会会因为一些外人的议题让你们就是有一些摩擦，有一些争吵，但是我觉得这种讯息它最后都会被化解，关关难过关关过，而且你们的这个关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严重，因为我觉得这组朋友你跟你的伴侣的感情基础是够的，所以是可以去化解误会之后呢，其实会让感情更加的稳固。那要提醒的是，就是避免冷战，或者说避免用一些负向的态度去跟对方沟通。比如说你明明想要他回来，但是你却是说没关系，你不要回来你不要回来，你很晚回来都没有关系，就是用这种负向的态度去跟对方说话的话，只会把对方推得更远。就是你想要他更爱你，或者说来到你身边，多多关心你的话，用沟通，用温暖的方式，定期给感情加温，其实是比较有效的。像是策划小旅行或是约会等等，就可以避免一个倦怠期。那如果是分手单恋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感情会迎来一些转机，这个转机可能是你想要放下，或者是去抓住一个机会如果是分手或是单恋者，我觉得第一季的感情运势它是会有一些波动，但这个波动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转机。对于刚分手的人来说，也许你不要选择急于复合，而是给自己时间，也给对方时间空间去思考这一段感情的一个真正的价值。对于单恋的人来说，你可以去观察对方的回应，如果你始终得不到回应的话，你可能是真的要去放下了。只有你们好好的去整理自己的情绪之后，新的可能性才会进入到你的生活中。所以有些朋友你真的是要放下不属于你的执念，腾出你的这个心灵的空间，留给值得的人，对的人。那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有复合的机会的话，你们必须要去诚实的去面对过去的一个问题。你们当中有一个议题，它很像是针，很像是刺一样，你一定要把它挑出来。如果你不挑出来，或者说你们不互相的去把彼此心中的刺挑出来的话，以后还是有机会重蹈覆辙。你跟他对方心中都有刺，都有一些不安全感的部分，所以要去找出这个问题。在感情上整体的建议就是，不论你的感情状态如何你们一定要先去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核心的建议就是要先好好的滋养自己，宠爱自己，照顾自己然后你才有能力跟余力去照顾别人。当你的情绪稳定好了，你的状态稳定好了，其实好的感情自然而然也就会到来。或者是说，当你自己整理好了之后呢，你更能够理清你在这段感情真正在乎需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去跟对方沟通，或者说你去争取你所想要的，你去把生活转换成你想要的那一个模式。那有些朋友，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是真的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去影响你的感情，就是你跟对方的感情状态不错，可是可能因为来自对方的家人，或者是说你的家人，或者是说因为一些这种经济的状况，造成其中一方比较不信任，或说状态比较低迷那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解决的。看起来看牌面就是如果遭遇到困难的人是你，对方绝对会是你的贵人，会在你的生命中无条件的倾心全力的去帮助你，支持你走过低潮的过程。如果今天遭遇到困难困境的人是他，或者说是他那边的人，就是有一些牵连到他的状态，或者说影响到你们的感情的话，我觉得你也会去很信任对方，很真诚的敞开去跟对方做连接。你们的感情其实不要担心在这个困难度过之后，你们的感情会更牢固更深化，是能够白头偕老好好的走下去的。
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是米娅，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2025年第一季你们在各方面的运势哦，以及会有什么样子的提点跟什么样子的惊喜哦。好，那首先呢，我觉得第二组朋友，你们的整体能量其实还不错，你们过得很滋养、很滋润、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哦，有点像是各种事情呢都会有人帮你去完成。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妈妈好了，你的小孩子功课会自己完成，然后家事上，你的先生呢也会就是很主动的去负担责任，就是很多事情你不用去担心，你不用去操烦，其他在岗位上的人就是自己会完成自己的工作功课，你不需要去盯进度，反而你们有一点很悠闲、很舒服、很优渥，甚至有一点就是被供着起来的感觉，公主就是不用自己动手做太多的事情。那在工作上有这个讯息是你们讨厌的人事物会离开哦，比如说在工作上之前一直有一个很烦人的大客户，你们又一直都要频繁的接触的话，这个客户他可能会离开，就是他去就是跟你们的业务合作结束之类的，但这个客户离开并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薪水，也不会影响到你们公司整个运营，但是你就是少了非常多烦人的事情，以至于你每一天工作上班的心情都非常的好，有点像是可以很轻松、很悠闲的度过你的上班的时间哦。你们的工作量、工作压力会下降，以及工作场合那些令你很阿杂、令你很不开心的人事物都会消失。我觉得你们已经正在显化一个你非常理想的工作环境，也许你们理想的工作环境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然后同事之间能够有良好的氛围，以及你们可以有很充足的午休休息的时间哦，不会非常的紧急，然后有很多的待办事项，然后有接不完的电话等等的。我觉得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啊，你们的整个工作运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哦。这组朋友，我这边还看到，我觉得你们会承接到一些资源哦，来自家族的，或是说来自你的这个身份，来自可能你周遭环境的人，可能是因为别人喜欢你，或者说你在某一个社团组织，你是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而获得这些的资源。那在这个职涯、在自我成就这方面，你们反而会有一点过得顺风顺水，过得太好了，太养尊处优了，有一点就是生活的这么开心，真的可以吗？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点骄傲，有一点点觉得好像这一切都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去完成。那这样子的，就是我这样日子过得这么放松，这么舒服，真的可以吗？就是不用做那么多的事情，可是金钱的回报却一支一支的来哦。这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有一点失去成就感。这个是说，因为你好像觉得没有做特别的事情，但是你所需要的东西都一支一支到位，或者说都有别人帮你做好，好像你想要去做什么，别人就说我已经先帮你想好了，你想要什么资源，别人就说我这边刚好有，所以你们真的不用亲自的去劳心劳力，那你们可能内在会有一点点缺乏成就感，因此这组朋友你们可能会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包含了如果你过去想要学一门新的语言或新的技能但是你一直在拖延，那在第一季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作需求，或是因为旅行的计划，就是不得不开始去学习，或者说终于开始学习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新的技能，这个新的语言呢，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机缘，比如说升迁或是结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甚至你就是因此认识了一个好像异国的
这种浪漫的恋情，认识了一个这种异国的一个伴侣哦。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有那种潜质是可以去跨越障碍的，就是看你想不想要去主动的去尝试。因为刚刚说过，你们在第一季其实可以过得蛮顺风顺水。有些朋友你可能就是想要休息，我待在这个舒适圈就好。那另外一些朋友啊，如果你是想要迎来一些事业上的突破，或者是说在个人成长上你希望更精进的话，其实第一季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去学习一些新的一些知识。然后在人际圈上，我觉得你们会有就是像隐者一样的内省跟洞察的能力哦。你们可能会在第一季的时候对人际圈进行重新的盘点，重新的审视，去寻找那一些真正支持你的，然后跟你价值观一致相符的人，然后你更加的去注重你身边的这个朋友圈他们的这个质量，而不是说朋友越多越好。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你跟他互动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负面的低气压，可能他很喜欢抱怨，他很喜欢以受害者心态自居，你每次碰到他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敏感，好像不小心就会生气，不小心就会有很多地雷，你觉得跟他互动的时候很有压力，可能你就会选择去拉开距离。那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在你的生活圈当中去遇到一位导师，或者说你听到一个这个 podcast， 就是你听到一些来自的网络上的一些分享，这个导师的讯息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做人际圈的断舍离。你过去可能知道，但是你无法真正的下定决心，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做，就是在断舍离这个部分，可能你做一做，但是又失败了，又被那个负能量影响，你可能就会在第一季的时候听到来自于这个网络，来自于你的实际的这个生活圈的某一场演讲，他的一个像导师一样的人物，给你很重要的建议跟很重要的启发，让你可以在人际关系上更加的精简，更加的简化，就是留下你最重要的时间跟精力给少数你觉得值得的，你觉得重要的人。那其他的人就真的不需要去跟他有那么多的交流，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其实看到他可能就不开心，光是跟他存在同一个能量场，就是光跟他一起坐上餐桌上吃饭这种聚会，你都会觉得他的做的动作、讲的话的行为，你都非常没有办法认同。这样子的人际，你有机会把它剪断，一刀两断。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会就是真的想要去下定决心，不要让这个长久以来你觉得不舒服的人再来去伤害你。好，接下来在我觉得感情的部分好，有伴侣的人的话呢，其实在第一季你们有机会去解决一些潜在的矛盾。如果你们过去有潜在的矛盾的话，比如说如果你跟你的伴侣有这个远距离的议题，因为工作的问题你们两个聚少离多，或是有一方需要长期的通勤，这个通勤其实非常的累，会身心俱疲，也许会影响到感情的一个稳定度，或者是说有些人你们在感情中感觉到长期的不公平感，这个不公平感可能造成你累积的怨气，或者说累积的一些沮丧跟愤怒的情绪，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长期累积下来，其实会限制你去爱身边的人，或者说限制你去爱你的伴侣，限制你去爱你的小孩。那其实这并不单单只是说你一个人要去控制你的情绪就好，这包含了整个环境，或说整个你周遭的一个支持系统也应该要去负责。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机会在第一季
获得解决。就是当你过去长久以来你有这种压抑的情绪，或者是说感觉到有的时候跟伴侣相处的时候有一种疏离感，对方可能只关心他自己的事情，在他的世界中沉浸在他的这个兴趣当中，没有办法陪你多聊聊，或是在他的事业上冲刺，其实很难有跟你情感连结的时候这一些矛盾或者说这一些不满足，其实会有机会在第一季获得解决。因为刚刚一开头就说，其实你们第一季会过得比较滋润。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他第一个考量的是你，会把你放在心头上，就是他会记得，比如说有重要的日子、重要的约会、重要的纪念日，或者是说你跟他之间很在意的一些行为，或者说一些举动，他会去记得，他会去做。你被很多人都排在优先的顺位上，尤其是你的伴侣，你重要的人。所以也许就是因为第一季这个温柔温和的一个对待的能量，让你们可能过去累积的快要爆发这个火山再次的平息，或者是说因为接收到一个大礼，你其实可以抚平好像过去有一些你觉得矛盾或是不公平的地方，就是你们觉得心里的一些不满跟抱怨或者是伤痛，它其实是会被一个很大很大的物质上的一个好消息，或者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服务或是贡献的行动去弥补。你就是完完全全的说，好，你给我这个我就很 OK， 或者说你帮我做这件事情，你贡献出这样子的诚意，我觉得就非常的 OK。那你之前做的事情我觉得已经不重要啦，好，已经没有关系了， OK， 就是有这样子完完全全可以放下的心态。那这一组的朋友有些人你们可能会想要在生命中去掌握更多的独立性，比如说你想要拥有自己的房子，或者说自己更加独立的一个经济。比如说在一段关系中，如果你是比较依赖另外一半，也许你是家庭主妇，或者是说在双方的经济来源中，对方的资源经济能力是比较优势的，可能你是因为另外一半的社会地位或是这个资源来获得这样子目前的一个生活。也许外人看起来很羡慕你，但其实你内心也想要有自己的一番成就，就是你不想要变成就是某某某的另外一半，或者说某某某的先生，某某某的太太，你其实很想用你的名字被看见，被独立出来，就是自己能够有掌声，自己能够发光发热，然后自己能够拥有很独立的一个底气去生活。所以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想要去离开某一个状态，虽然你们是非常的就是被保护着、被宠爱的这个情境，但是你可能又会想要从这个情境中慢慢的想要去脱离。这个脱离并不是说我不要现在这个良好舒适的生活，而是我在这个良好的舒适的生活上，我去长出我自己的翅膀，我去开创属于自己的天空。有点像是就是强强联手往前飞，你自己也可以拥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一片天地，而不是说就是在这个笼子里面的金丝雀，被养着的这种漂亮的小鸟，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你可能也想要好去用自己的实力去打拼天下，或是你希望你的才能，你希望你建立的事业被看见，然后你能够去帮助别人，然后帮助别人之后也能够获得实际的金钱回馈。那如果你本来是一般的这种上班族员工的话，你也许会觉得原来在这个工作好像真的是为五斗米折腰，要去忍受某一个高压，忍受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你在这中间找到了平衡，找到了就是该怎么去调试的一个方法，但你总觉得在这个环境中
好像不是最适合你的，就是你可以做，但是有点像是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劳心劳力，它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领域，不是你最适合的领域，只是还 OK 可以做而已。其实我觉得你们可能知道自己有更适合的天赋，或者说更适合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如果有些人你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你就是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安静的这种处理事情，然后你今天被推到前面要去这种第一线啊，做客服啊，或者是你需要大量的就是跟人家接触，你可能会觉得耗尽心力，真的很累。或者有些朋友你如果就是很喜欢在外面跑来跑去啊，说话啊等等，但要你就是乖乖的被关在办公室，你真的是坐不住。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就是面临这样子绑手绑脚的一个状态，可能现在这个环境稳定，薪水也还不错，然后可能也是人人称羡，或者说这个可以让你有一个稳定的上下班时间，就是它有某一方面的条件，其实是让你想要继续留下去的这个原因，它已经有一些因素让你现在还没有能够走，你会觉得要走的时候，你好像又放不开这个稳定，或放不开这个高兴，或是放不开这些福利，或是他离家很近等等，就是有一些因素让你还留在这里，让你觉得他好像放弃有一些可惜，但好像又有一点点卡卡的感觉，就是你会很想要更能够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下工作，或者是说在工作环境上你有更多的掌控权、决定权、话语权，或者有些朋友如果你是属于在家工作或是家庭主妇的话，你会希望在面对一些资源的分配、掌控，或是说要不要接这个案子的时候，你能够有更大的选择的权利。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一个在很稳定的环境下，你还是非常非常的想要去突破，你们可能会开始去我觉得参加一些，或是说去了解一些这种职涯发展相关的事情。有些朋友则是你会去在投资这方面精进，然后想一想可不可以去运用投资来就是弥补如果你要转职的那个，也许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薪水的落差，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拿到跟现在这么好的薪资，你可能会想说我用投资可不可以去弥补，或者是说你用投资你去学习理财，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取代现有的一个工作，或者说取代一半等等的那个现金流的一个状况，或者说那个资产成长的一个幅度。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会开始去往这一方面设立目标，那我觉得其实你在这个第一季去设立的这个目标建立的方向，长久以来看起来是正确的，还有你也很容易找到一些正确的资讯管道，或是这种导师这种比较优良的一个资讯。因为现在真的是很多杂七杂八，很多诈骗，或者说有些方法它适合少数人，不适合你，或是这个方法在这个人身上它成功了，但是它没有办法复制到你身上，可能是在他的使用的那个时间点，他有那个运，或者说他刚好在一个对的时间，他采用这个方法才成功。而现在这个方法你去使用，它其实已经不适合，它已经失灵了等等的。也有可能有些人他保留了很多的细节没有跟你讲，他只是讲出其中的某一部分，你会觉得说这种方法你其实到底能不能够去跟他做这同样的事情，达到最终那个你想要的目标财富的累积呢？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告诉你说他就是靠着省钱省吃俭用怎么样子的省钱，然后钱滚钱，然后现在达到退休的一个状态。但后来你实际的去深入了解之后，可能会发现原来他是来自于家庭，或者说来自于伴侣的一个这种经济的大力的资源，或者说他曾经在某一档标的上中压，刚好就是这支标的被他猜对了等等，但是他就是只会讲说好的，就是成功的例子，然后案例的例子失败的例子都不跟你讲。这个就是可能你们在选择的时候会有这种
很茫茫大海中可能会让你迷失方向的一些人事物。但是我觉得第二组朋友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哦，因为看起来哦，你们这个选择的方向跟选择这个资讯是适合你的。有些朋友你可能也不是有太多的一个分析，或是怎么说太强的一个思考，就真的就是刚刚好，你接触到这个，就是你这个时间点的运势很好，所以你接触到的能量啊，这些都是善的知识，都可以去帮助你的知识。不是说你使用了很久，研究了很久，努力了很久才发现这个方向错了，我要整个打掉重来的感觉。好，那另外啊，我觉得在这个第一季的这个时间，你们真的是非常有机会创造余裕的时间跟余裕的空间。你们可能会把这段时间的学习到的知识、累积下来的财富等等，都可以持续的保留下来，而且这个保留是你可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去享受的红利。那还有这边有一个讯息，就是可能过去有一些朋友你们对于权威者会有一个权威恐惧，就是别人说什么话你就会想要去听从他，特别是这个人他有一个标签，他是一个某某教授、某某学者，或是某某什么身份的人，可能被认为是有这种某某长官、高社经地位的人，你就会特别的去下意识的想要去服从。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心境上会有一个转换，就是你在对权威者讲话的时候，你不会只会眼神看他，然后请他下达指令，或是完完全全的听从他，是一个比较紧张跟害怕的状态。我看见其实你内在是充满力量的，然后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呢，你其实会，如果说在谈判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需要面对权威人士的场合的时候，你其实是很有自信的侃侃而谈，发表你的观点。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特长不一样，这个权威人士在这个领域可能就是很厉害，或者说有他的一定的成就，可是你在其他的领域也许是可以提供给他资源的。你们有一种跟某一个重要人物进行资源共享或资源交换，或者说平等的这样子的对谈我觉得你们有机会去参与一些重要的论坛、重要的会议，或者说一些重要的聚会。这个重要不见得是说它是一个很高层级的、很高峰的这种论坛，而是说对你的生命来讲，它是一个转折点。你有机会去发挥你的影响力，成为这个团队的中流砥柱，或者是说你有能力在这个环境中去接收到、吸收到你所需要的一些资源等等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可以去更加信任自己的发言，已经信任你们的，我觉得算是专业吧，你们过去到现在累积起来的某一个专业，或者是说你很喜欢的一个兴趣，你其实已经在那个兴趣上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技能。比如说有些人你们就是对价格特别的敏感，你会很快速的知道你要去旅行，或者说你要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用最便宜、最 CP 值高的方式去买到或者说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买房子也是就是小到买生活用品，大到买房子，你们可能就是对价格特别的敏感。有些人则是对人际情绪的掌握力特别的敏感，你知道说什么话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种就是你们独特的与生俱来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并不一定是要比如说一张证书或是一定要它是一个就是很明确的对应的一个学科，它有的时候就是生活的一种应变的能力。还有这边有一个提醒，就是无论你们是要计划转职或是计划想要创业的话，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打底，你们不要太匆忙的去好像转换你的身份，或者说转换你当前的一个环境。因为刚刚说过，其实第一季是你们可以好好享受，甚至有点好吃懒惰，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样舒服的时期。其实你们真的可以去运用这样子的时期，好好的放松，好好的去累积，不要太快的去
做一些转换跟变动。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就是想学习多学习，想玩就多玩，然后想要干嘛就干嘛，想吃就多吃等等的，好好的先去享受一番。那在享受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你们有一点就是像刚刚所说的不劳而获嘛，就是你其实没有做什么就得到了很多，或者说你其实你觉得自己也没有特别努力，但就获得了很多的赞美，获得了很多的认同，获得了很多的掌声。你可能就是本来的你的那个样子，但是你的光芒跟优势突然的被大家看见，你的价值好像突然的被明了是有多么的重要，大家不能够没有你，甚至大家愿意用很好的条件请你留下来，用很好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很好的一个待遇给你或者说很好的一个感情给你，希望你可以留在他的身边。然后呢，在这段时间啊，你就是把自己养好，就是情绪啊、身体各方面养好，然后同时资源也到手到位之后呢，可能在下一个季度开始不久，你们就会发现你获得了一个这种新的身份，就是你之前突然想要的那个身份，有人来找你合作，你可能就拿到了那个身份，或者是说你就是考试录取了，你得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资格，或是你获得加薪了，你获得奖金了，你获得这个投资的一个收益了，或是你在家里的地位提升了，你在这个家族中的话语权跟掌控权都显著的一个提升。也有可能是有些朋友你开始经营的这个副业有起色了，有实质的收益了，有回报了，你办的这个课程讲座有很多人给你回馈，很好的回馈等等的，感觉上这组的朋友你们可以慢慢的朝着你想要的那个独立的方向前进，就是你其实并不是只有想好好的舒服的生活，你其实也会在这样子的生命中，或者说心情的状态中，想要去寻求一些突破。你们如果去参加同学会啊，或是什么样子以前的这种聚会，以前老同事、小学同学等等类似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其实你所拥有的一切是让人家刮目相看的，是让人家很羡慕的。不管是你主动的去得来的这些独立性、话语权跟身份，还有那种你养尊处优或者说开开心心有人帮你完成的这个生活方式，其实都是令很多人暗中的去羡慕的。还有最后在这个心灵成长方面，我觉得在第一季你们很适合去从事一些疗愈啊，或者说自我探索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冥想、瑜伽、人类图，或是缠绕画等等的各种疗愈，或说一些跟香草植物有关的，或是跟画画手工艺有关的，这些呢自我探索或是说艺术相关的领域都很适合的去从事。那在学习方面啊，你们也学得很快。其实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本身资质就是蛮好的，可能有些朋友你天生下来就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优势，比如说你颜值很高，你身高很高，你这个数学很好，你唱歌很好听等等的，就是有那种特别的优势存在。你们本身条件蛮好的，而且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人家想要去跟你交朋友，人家想要去追捧你，人家想要去亲近你这样子的能量你可能会在某一群就是同领域的人中，就是有特别突出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在学习上你是能够去掌握学习技巧的人，或者说在这个应对进退上你其实很如鱼得水，很聪明啦。所以呢其实你要去多做兼职，或者说多去学习，对你来说这个也是轻松的。
你也是有余裕去做的。鱼与熊掌其实是对你来说，对第二组的朋友来说是可以去兼得的。所以呢，总结来说，我觉得你们在第一季身心灵方面都可以有很大的提升，如果你想要的话。但如果你们想要舒舒服服的过，放松，这也是完完全全的可以的，可以这样子做。那如果你想要更努力一点，你想要去有舞台，你想要更被大家看见，这其实是非常有机会，你会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那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那种海外的机会，海外的合作的机会，跟某一个海外的品牌，或者是说有这种被调派到你想要的国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说你的配偶外派，然后这个外派的地方是你想去的，或者说因为你的配偶外派，然后这个外派有大幅度的补助加薪，职位也升高，对你来说生活又更上一层次，在那边可能还就是拥有很多很多的福利，或者是小孩子学费的一些减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那另外有些朋友则是可能你接触到的这个上司，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新的团队的领导者，他本身是有这种海归，或者是说有去海外学习的能量，就是可能是你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主管，或者是说你本身可以去海外学习这样子的讯息也是有可能。那你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其实会获得更多的权力、知识跟能力。比如说如果你是跟随配偶一起去海外的话，你对于那个语言的掌握度，或是你对于新的生活、新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新的这种就是要怎么样子去融入那个社群要怎么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我觉得你会很得心应手，或者是说你就是像打开一扇窗一样，觉得很新鲜，很新奇，然后想要多看看，你也会找到很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融入，或者说让自己的生活，让整个家庭的生活过得很舒适。那如果是你身边有那种好像海外背景的人出现在你身边，跟你做密切的互动的话，我觉得有机会他会把一些重要的知识、技能、经验，或者说职位、权力传递给你。可能他就是要一个接棒者、接替者、接手者，或者说他现在的这个量很多，他想要有一些人去帮他分担，就是比如说他有很多的客户，优质的客户，他想要去转移一些给你。如果你们是自行创业的等等，他可能一个人吃不下来，或者说他就是不想要做那么多，他想要退休等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好，那刚刚说过你们呢，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很适合去做一些艺术相关的，或者说身心灵相关的活动嘛。那除此之外我觉得你们会把在艺术身心灵相关的活动上的知识实际的应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层面，比如说把家里弄得更漂亮，或是放一些鲜花，或者是你在自己的穿搭打扮上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或是你把家里的这个家居换了布置，换了颜色等等的，让你就是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因为居住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有些人可能就是去做一些微整或是医美，整个人看起来焕然一新，或者说你去买一些新的衣服，更符合你现在的这个气质跟身形打扮起来非常的好看，非常的亮眼等等。那你们这边呢，组合上还有这种太阳的能量国王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很多的烦恼在这段期间它其实真的就是迎刃而解。基本上你不会主动去招惹一些冲突，但这个冲突如果它真的要来的话，也有机会就是它不会直接冲到你面前，在前面几个阶段它就被化解，就被淡化了。就是如果说有冲突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很小的一个摩擦，不会说到冷战3天不讲话的这一种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就是不用担心会有一些来自人际上的一个冲突，基本上它不会直接的冲到你的身上，你还是
耳根清净的。你们不需要委屈，也不需要讨好，同时你们也会去设下健康的一个界限哦。没有人可以去勉强你，去让你做不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如果这件事情你没有那么喜欢，但你又非得去做，你会明白这样做其实背后可以换得什么，有点像是等价交换。你愿意去做这件不喜欢的事情，是因为你可以换得一个你需要或是你很喜欢的东西，所以你们不会有那种平白无故被人家熬去加班啊，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回馈、回报跟称赞跟赞赏的。这组的朋友，你们会更加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声音跟你的力量，你的一个发言权、你的话语权、你的掌控权。那你对于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模糊不确定的时候，权威人士的声音也许你会去参考，你会去听从那个建议，可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你身上。我看到你们其实不会照单全收，你受到启发，你得到建议之后，你会去内化，然后从中去选你需要的一些知识。因为其实这组的朋友，你们是刚刚说过，你们很聪明，你们很有智慧，你们一直都知道要怎么样做才是对自己更好，以及要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子决策才是对自己长期有好处的。过去可能有一段时间你是有点懒懒的，或者说你是有一点点放纵，你是有一点点不想要去运用自己这么聪明的一个能力吗？或者是说因为某时候情绪上来，就是想要去做一个很情感很冲动的选择，可是现在我觉得你就会好好的更加去运用，你本来就很聪明，你本来就知道怎么样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做正确的选择，拒绝一些事情，或者是要怎么去处理一些问题，不要把别人的债务、别人的问题承担，或者说压在自己的身上。如果过去曾经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你们也会有聪明的处理之道、跟协谈之道、跟解决之道，或者是化解的方法。你其实不会再以受害者的角度去自居，而是更有力量，更能够去拿回你的力量。然后我也觉得其实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蛮需要一段时间的安静，一段时间的独处，跟自己相处，听音乐啊，看书啊，玩游戏啊，或者是就是画画啊，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个人旅游，一个人跑步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助于找回你内心的平静，找回你内心的声音，或者是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在跑步的时候，渐渐的你的脑海中某一些疑惑、想不通的事情就会解开，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可以去怎么处理，可以去怎么做，你真的不需要去委曲求全，或者你更能够去察觉你内在的情绪，你内在的一个情绪的流动，以及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反应，为什么会做出那样子的一个决策，你更能够看见你的一个可能有点像是回顾吧，整体的回顾之后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做，为什么走到这里，为什么有这个方向，哪一些是运气，哪一些是实力，以及更多的是未来要怎么样子运气跟实力兼顾你们会更加的听从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别人告诉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价值观在某一段时间内是对的，可是到另外一段时间，另外一个朝代可能又不对了，或者是说本来就没有所谓的这么绝对的一个对错。所以呢这种是非对错，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概念，以及如果你过去觉得生命有很多的无力无奈，你是被命运决定者，或者说你没有权利去决定很多的事情的话，在接下来这个季度你们会有很多的表达自我意见的一个权利跟能力，你也会非常的有自信，你会看见自己的光芒，你不会再去默默的去遵从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彻底的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因为你不想要完完全全的放弃，
不管条件是什么，不管现在处的环境是什么，对于你来说，你不是一个隐形人。过去可能很多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无奈，失去动力，怎么沟通怎么谈都没有用。我们可能很容易去同理理解别人的需要，或者是说总会去做的很多，总容易去在做那么多当中，好像慢慢的自己也看不见自己了，内在有一些隐忍，或是说想要发怒又不敢发怒的情绪。我觉得在接下来这个季度啊，真的你们是会专注在自己身上，你主动的去寻求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你也会发现真的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先把自己情绪稳定下来，你才能够拥有爱的能力。你不会把这么多的应该跟不应该加诸在自己的身上哦。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真的是彻底的这个心态的转变。如果你们过去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希望成为某一个身份，进入某一个职业，甚至你觉得它是一个遥遥可及，告诉自己说应该要设停损点，比如说我如果在几岁之前，在什么时间点之前你没有达成那个状态，你就要把这个梦想放弃的话，我觉得在第一季你会看见曙光。你可能为了这个梦想，为了这个身份，为了这个状态，你努力了很多年，你去了很多地方，跟很多人交谈，走了很远，你最后会看见曙光，你会找到属于你的归属，你会看见你是怎么样华丽的转变，达成那个你想要的一个状态，你会感觉到真正的成为你想要的自己之后，你真的非常的幸福，而且你会很义无反顾的，好像用这个身份，用这个状态继续的走下去。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节拍啦。我是米娅，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新的一年第一季你们的整体运势状态哦。那你们很大一部分的好运其实是来自于感情哦，特别是单身的朋友啊，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牌哦，哇，你们是恋爱等级的一个王者哦，非常好的一个能量哦。你们有机会和这个颜值超高、颜值天花板、天菜等级的人遇见，就是代表说不仅遇见一个好对象，而且他是超乎你想象中的好，就是他的颜值很高，而且我看见你的魅力跟吸引力哦，也会在这一段时间哦大幅的提升，大幅的飙升哦。而且你在遇见这个天菜等级的对象的时候，你可能内心还会有小剧场，还会怀疑说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值得拥有这么好的对象吗？他真的对我有意思吗？他真的喜欢我吗？会不会只是逢场作戏？这样子的颜值天花板，这样子拥有8块腹肌这么帅的一个人，真的会注意到我吗？但是随着你自己的魅力越来越强哦，你的能量越来越强，对方的主动关注，对你来说，你其实会从怀疑啊、不自信转换成非常自信的一个接受，你就会发现我真的很棒啊，他选择我是理所当然的，不然他要选择谁？所以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仅有恋爱上的好运，你内在也会自信心大幅的提升，从一个对自我怀疑的状态到你能够坦然去接受你就是值得拥有这么好的对象。比如说有些朋友，你可能在健身房啊偶遇一个有腹肌的这种运动型男，或者是说在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个气质出众的瑜伽教练哦，那对方呢不仅让你印象深刻，他还主动的跟你攀谈，主动的跟你聊天。比如说呢你在健身的时候，你在练习深蹲的时候，你在调整姿势的时候，哇，有一个身材非常流畅的这种帅哥美女走过来，然后微笑的去对你说需要帮你看一下吗？
那他整个人举手投足之间其实散发着很强烈的魅力，你们就开始交流啊，健身技巧、运动技巧或是一些心得的分享。他甚至还主动的提议约你下一次一起运动啊，一起跑步啊等等的。或是有一些朋友啊，你们是在读书会或是说在某一个聚会中遇见一个就是聚会的焦点人物哦，他的就是五官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致，然后整个人神采奕奕的，你一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觉得真的是令你眼前一亮的这个人，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完完全全是你的理想型，而且你跟他交谈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在一个读书会上交谈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他不仅外表是你的菜，然后跟你讲话也是有灵魂相投的感觉，觉得他很幽默，然后又充满了智慧。比如说他在分享一个知识，这个知识是你一直都很有兴趣的，或者说你一直都很想钻研的，但在这个领域他懂得非常多，同时呢又能够去解答你的很多的疑惑，因此你们越聊越开心。或者是说他提到一些他喜欢的特点，或者是对某些事情的观点等等，你就会觉得跟你真的好像就会在心里点头如捣蒜，就说我也是这样，真的是两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默契。还有的朋友是，如果你生活中已经有暧昧的对象的话，在这个第一季的时候可能会迎来一次让你脸红心跳的告白。比如说呢，在一个某一天当中，或者说某一个节日当中突然你的办公室就收到一束你很喜欢的花，然后上面还附着卡片，就说谁谁谁啊，就是跟你告白的一些讯息，跟你告白的一些内容。那这个人啊，你们遇见的这个恋爱的对象啊，我觉得就是你会有一种非常开心，就是眼睛都是笑的，或者说平常在上班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的微笑，想到跟他的互动，那想到他迷人的酒窝，或者说想到他的这个完美的身材，你们几乎就是要尖叫了，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没有办法去抗拒的一个感觉。同时啊，他也会跟你有一些我觉得很甜蜜的互动，或是互相的开玩笑，比如说看到你脸上啊有什么脏污就帮你拍一拍，或者是拨你的头发等等，然后说一些让你开心到要幸福，就是开心到要心脏炸裂的这种话，就是有一点点调情，但是又很可爱很逗趣的这种互动的感觉，让你整个跟他互动的过程中会不自主的脸红心跳。所以整个觉得第一季就是你们自身魅力大幅提升同时也非常容易吸引到好对象的一个时刻。你们的外表跟气场都完全的提升跟进化。在外表上可能有些细节的改变，你会特别注重你的穿搭、你的仪态，或者说你的护肤，或者想要去改变一些发型。每一次照镜子都会觉得我怎么又变得更好看一点。每一次的一个微调，种种累积下来，就是变成 2.0 3.0 版本的你自己，就是同一个人，可是你就知道你自己变得更加的精致，然后气场也更加的强大了。你的不仅外在提升，外貌提升你内在吸引力也爆棚，因为你自己的自信心跟自我认同感也变得更强散发出来的气场更加的耀眼。你的朋友可能会问你说你最近是做了什么？整个人焕然一新，整个人自带光芒，就是这个光芒闪耀的都没有办法去睁开眼睛。就连平常可能跟你互动不多的人都会想要来跟你多多聊天，或者是说你走在路上就是很容易被人家搭讪可能去喝个咖啡都有这个帅哥美女想要跟你交谈想要跟你聊天然后甚至想要进一步的对你提出邀约等等的。所以你会意识到你自己的改变绝对不止一点点，是很多的。所以周遭的这个互动就是桃花运大幅的提升，魅力爆棚的一个时期。那此外呢，我们这边还有隐士牌，也有女祭司牌所以整体而言这一季除了恋爱运爆棚之外，你们也非常适合去检视一下你自己内心的需求跟长期的计划。隐士牌它象征着向内探索，女祭司则强调
直觉跟智慧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这组的朋友，你们很适合花一段时间来倾听自己的内心哦，尽量避免在这种很情绪化的过程中去下决定。因为有的时候当你很急，或是你就是心态很匮乏的时候，你下的决定很容易被一些诱惑干扰，或是被错误的资讯牵着走。所以这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冥想，或是写日记，把自己的感情啊、工作啊等等的心境记录下来。那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说，与其去追求一个这种短暂的利益，不如去寻求长远的平衡的健康发展，它会让你的心灵跟生活的质量都同步的提升。那我也看见，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去做一些宗教的贡献，或者是奉献，或是对于你认同的理念、组织、团体，你去捐献。可能你过去也会捐，但是捐的钱比较少，或者你觉得说捐钱让你有点心痛这样。但是我觉得接下来在第一季的时候，你们有一种无痛无感的去捐钱，因为你们的赚钱能力大幅提升啊。这个钱花掉之后，你知道你就是有办法再把它赚回来，而且你相信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你可能把这个组织，或是说这个宗教、这个信念当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如果你是公司，它可能有点像是类似你股东的概念，你投资在这个团体、这个组织、这个信念身上，最终呢它这个好也会回流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觉得你会觉得你的这个奉献，你的这个贡献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另外啊，这边也提醒大家不要去忽略身体的健康，如果过劳的话，可能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可能会有各种过敏，或者说身体上的疼痛的毛病。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自己过于劳累。还有就是在情绪上，情绪太过强烈的波动可能会影响生活哦。与其去抱怨环境或是抱怨他人哦，其实我们其实这里的牌面更显示出，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会尝试转念。这个转念并不是说要你们很强制性的说明明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就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它是一件好事。不是这样子的，有点像是你练习感恩，你重复的练习感恩这件事情，然后本来你都会去关注到一些比较负面或生活中比较不好的事，现在你的焦点都在生活中美好的事情，宇宙用它的能量强制的去洗脑你，帮助你改变思维模式，帮助你去发现生命中的美好。而你会发现，当你对生活感恩其实你会吸引更多的财富，更多的金钱能量。你透过感恩其实可以化解很多的矛盾。有些事情可能本来要用金钱去处理，或者说有些事情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你透过这个感恩，或者说透过幽默，其实可以让你省下很多钱，或是解决很多的麻烦哦。你们会发现自己不仅心理的这个账户感情的余额，它是一直在增长的，同时呢，你的金钱账户它也是在提升的。你们会在生命当中去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一些事情，其实也值得感恩。比如说你今天上班非常的顺利，没有堵车，节省了10分钟的时间这个也是一个感恩，这个也是一个恩赐。或是有人帮你做了早餐，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这个也非常值得感恩。或是感恩自己有能力去赚钱，感恩自己还有健康的身体，感恩自己有这个头脑可以去思考，聪明的头脑可以去思考，去计划等等的。当你每一天去练习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其实就会发现自己真的蛮幸福的。你怎么想，你的生活就会如实呈现出那样子的样貌，就是你相信事情会变好，事情其实就会变好。当你去专注在不如意的事情上，你会发现真的有各种不顺好像都聚集而来。所以当你把你的焦点的注意力专注在好事身上，坏事其实就不会这么的影响你，它很快就会过去。而且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的感恩心态真的会对金钱能量有很大一个提升很多人会愿意为你伸出援手，很多人会想要去帮助你。对他来说可能
是举手之劳，给你一个资讯，给你一个讯息，给你一个这种产品，但是对你来说这个就是恰好你现在需要的，就可以省一笔钱啊，或是说可以避免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等等，或者是说买到一个很适合你的一个房子或是在工作上有很多的合作伙伴想要来找你，跟你很多的机会，不缺案源，不缺客户这样子的能量。所以你们就会成为幸运的吸铁，幸运的磁铁，同时你们也有机会去认识一群跟你拥有同样信念、同样理念的人，你会认识一群很棒的朋友，或者说你们现在就已经在这样子的社群，在这样子的团体中，在这样子的团体里，你不会被负面的情绪影响，不会被负面的情绪攻击你们在这个团体中是彼此鼓励、互相分享的，还有一些资讯的流通那在事业跟财运上，我觉得你们会做一个比较大的规划。比如说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本来是跟公婆同住，现在终于存够了钱，存够了头期款，你要搬出去住，你要找自己的房子了等等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上的转换，或者是说呢，在事业上你的专业性跟你的这个产出获得团队的认可，你收到一笔不小的一个奖金我觉得在第一季的时候它是属于稳扎稳打的一个时期你现在得到的成果都是你过去努力的一个显现，就像刚刚说的，你们存到了一笔头期款，这个是你过去长时间的累积，所以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拥有自己的房子，搬出去住等等的。如果你们是自由的接案者，可能也会在这段时间接到一个很重要的案子，这个案子虽然挑战性有点高，可是完成之后就是为你大开知名度，建立很好的口碑跟信誉，以及这个客户会源源不绝的去介绍其他的工作，很好的这种合作机会，很好的很优渥的报酬的这个的案件给你，你可能只要完成他的，就是他就是你的大客户，你只要完成他的案子就可以一整年的收入无虞，就不用担心了。那这一组的朋友有些人你们其实在工作上稳扎稳打的这个时期之余你比较没有那种手忙脚乱，或是心情上太过慌张的这种能量，因为事业上一些重大的困难我觉得已经度过了，要么就是一些例行的事物，或是说之前已经出现过的这种案例你其实是能够驾轻就熟的，在你的脑袋，在你的资料库中是有办法去解决的，所以对你来说呢，不会是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工作上其实是顺顺的稳步向前的一个能量那你们也不需要就是追求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状态，这个是说呢，有的时候数据上理论上很完美，可是它不一定合理，不一定可以去执行，因为执行的是人，那这个计划，这个专案，或者说这个方法一定要符合人性，理论上很完美，但是人性做得到吗？我看见这组的朋友，你们反而会去选择一个不是最完美，或者说不是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方案，但是它是最合理的，你可以执行的下去，适合你的方案，因此你才能够好像拿到这个最后的一个报酬如果它是一个很完美但是极具人性挑战的一个方案，虽然可以报酬最大化，可是可能你撑不住就半途而废了，所以最终我觉得你们会选择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而不是因为压力过大而半途而废，然后全盘就是都没有拿到的感觉。你们选择的是你拿到还不错的一个收获，但又避免一些过大的一个压力这组的朋友加班或者说因为工作负荷去影响健康的这种讯息其实在第一季是没有的，是减少的，就是说你们不会因为工作的事情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或是说觉得心理上很有负担，我觉得你有一些余裕是可以更加的去注重身体的健康，跟你的一些饮食习惯的一个调整等等，还有我刚刚说可能会有
朋友就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谈恋爱，或是去想一些约会的事情、开心的事情啊等等的。那在财务上呢，要注意的是，就是避免一些不理性的购物的消费哦，因为你们可能心情很好，然后奖金入账啊，或者说钱一下子进来很多，就很开心，就是花各种就是在各方面都砸钱啊，去满足自己。那有一些是必要的，有些是非必要的，所以宇宙想要提醒你，当你这个财富的好运来临的时候啊，虽然你们是可以花，可以享受，绝对没有错，可以犒赏自己，绝对没有错。可是有些钱你就很像丢到水里，你去买一个你可能买完也忘记的东西，或者说你随便就这种挥霍出去，对你的心灵生活品质完全都不会提升。所以何必呢？就是你有很多钱没有错，但你不用把它丢到水里啊，你不用去做一些冲动不理性的这种消费，你们还是要去在金钱上要规划一些足够的就是资金，因为未来啊，会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看起来是投资的这种机会吧，或者是说可能是一个投资房地产的一个机会，会有这样子的机会适合第三组的朋友。那可能是在你知道的那个区域，因为每个朋友可能所在的地方、国家都不一样，就是在你所在的那个区域，或者说你所知道的、你所了解的那个范围内，会有一个蛮好的投资机会出现。那你现在所赚的这个大笔财富哦，你可以好好的去管理，那将来可能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财富去投资，让你非常有机会可以翻倍再翻倍。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准备的时期，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就用这笔钱去投入之后，让你的财富它其实会有翻倍的一个机会。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祝福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我是蜜雅，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